一场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古装叙事盛宴，意外的重逢，惊喜的火花。当古装荧屏的热潮尚未完全褪去，观众心底的长风 CP 情怀依旧炙热。就在这时，邓恩熙与丁禹兮这对黄金搭档再度携手，他们的出现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瞬间点燃了观众的期待。初见的那一幕，赵灵冷峻的眼神与傅庭云灵动的笑意交织，仿佛电光火石间碰撞出炽烈火花。观众在荧幕前心跳加速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场重逢之中，呼吸都变得急促。这种熟悉与陌生交织的感觉，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，甚至有人激动落泪。这对搭档终于回来了，跨越阶层的宿命羁绊。赵灵的形象是从尘土中走出的枭雄，他曾在夜幕下偷偷运盐，用双手与汗水换来一口生计，却从不向命运低头。他的倔强和狠戾是时代赋予他的盔甲。观众看到他时，会想起生活中那些不被理解却拼尽全力的人。傅庭云则是另一种极端，他出身高贵，却被背叛和阴谋推入深渊。最初的他眼中带着茫然与痛楚，那是一种为什么是我的质问。但他并没有倒下，而是逐步学会用智慧和勇气破局。当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走到一起，他们之间的情感不再只是浪漫，而是一种命运的映照。观众看到的是现实生活里互相成就的缩影，打破传统古偶的叙事套路。与常见的宅斗或情爱为主的古偶不同，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突破。逃亡线像是一条生命之河，将两人一次次推向绝境。无论是夜半突袭的追兵，还是江湖帮派的暗杀，都让人心悬一线。观众仿佛跟随他们跋涉，感受那份喘不过气的紧张。而在权谋线中，傅庭云的睿智让人惊叹，他在朝堂之上冷静拆解阴谋的瞬间，令人联想到现实中面对困境的我们，要用智慧而非情绪去化解危机。赵灵的挣扎，则像极了一个人徘徊在正义与私欲之间的选择。双线叙事交织，使得故事不再只是爱情的载体，而是关于人生、关于信念的深刻探讨。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剧情反转，更是人性的真实，彼此成就的极致拉扯。最打动人的，并非一见钟情的浪漫，而是他们在怀疑与算计中慢慢靠近。傅庭云心怀复仇，从未想过依赖他人，但赵灵的出现，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可以并肩作战。这种矛盾的心情，正是许多人在人生困境中曾有过的挣扎，既渴望依靠，又害怕失去。赵灵则从冷酷的枭雄，逐渐学会收起锋利，懂得了守护。他本可以选择更轻松的道路，却一次次站在傅庭云身旁。那种不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愿意的执着，让观众联想到生活中那些默默守护自己的人。他们的感情不是表面的甜蜜，而是血与泪的磨合。正因如此，当他们终于在乱世中彼此成就时，观众才会泪目，因为这份爱太真实，也太难得。匠心服化与真实场景，花开锦绣在视觉呈现上的投入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美与力的双重冲击。傅庭云的敦煌飞天造型不只是华丽外表，而是故事内核的具象化。裙摆中暗藏的星轨纹样，就像他的人生命运，纵使被操纵与推搡，仍在黑暗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轨迹。观众看到这一造型时，不仅被绣工的精致所震撼，更被那份隐喻所触动。赵灵的玄色锦袍看似低调，却在衣角与袖口的暗纹中折射出一种张力。那不是炫耀的华丽，而是一种收敛的锋芒，恰恰与他的内心相符，沉默却随时准备出鞘。实景拍摄同样令人惊叹，码头的风声、破庙的寒意、朝堂的肃穆，都让观众沉浸其中。细节的真实让故事更具代入感，也让观众产生一种与角色共同经历的错觉，好像自己就在那个世界里，见证他们的爱与挣扎。极致的推敲与布局，幕后团队的用心，决定了花开锦绣为何能让人欲罢不能。编剧在36集的架构中，精心埋下27个悬念，不是随意拼凑，
而是层层递进，每一步都引向下一个谜团。观众表面上追的是爱情故事，实则在享受一场智力博弈。每一次反转都仿佛是命运的当头一棒，傅庭云的冤屈看似单纯的家族背叛，背后却是权力与血脉的纠葛。赵灵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草莽逆袭，更牵动整个王朝的权谋平衡。正因如此，观众在追剧时不仅仅是看热闹，而是带着思考去解谜。他们会在弹幕里讨论，会在评论区推理，这种互动让剧集从单纯的作品变成了一种群体参与的悬念游戏。这种全情投入让观众在荧幕之外也能与故事保持强烈的连接，甚至延伸为现实中的共鸣。古装 CP 的天花板再度立稳，丁禹兮与邓恩熙的对手戏再次刷新了观众对古装 CP 的期待。他们的感情不是甜言蜜语的堆砌，而是透过眼神、动作、沉默中的情绪传递出来。观众看到赵灵紧握傅庭云的手，指节发白，眼眶泛红，那种压抑到极致的守护，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。评论区里有人说，这份爱情真实到让人心疼，因为它不是童话，而是带着鲜血与泪水的坚持。也有人说，他们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拼命守护过的人。这种共鸣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。观众不仅在磕 CP， 更是在借他们的故事疗愈自己的人生。于是，古装 CP 天花板不再只是夸赞，而是一种认可，认可他们演技的张力，更认可这种爱情故事能带来的情感力量。它让人们明白，荧幕上的虚构也能成为现实中最真切的慰藉，映照现实的传奇。花开锦绣的意义远超一部古装剧，它让观众在角色的挣扎中看见自己生活的倒影。傅庭云在背叛与阴谋中依然选择坚持，像极了我们在人生困境里不愿妥协的模样。赵灵虽满身伤痕，却始终用行动守护所爱，这恰如现实中那些默默付出的人。观众在他们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力量，即使身处低谷，也能用勇气与智慧开辟出一条路。爱情在这里不再是虚幻的美梦，而是一种互相成就的信念。这种精神超越了荧幕，成为观众内心的慰藉。许多人留言，看完后我更愿意去相信人性中的光亮。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。最璀璨的花开。当所有的权谋与阴谋都落下帷幕，傅庭云与赵灵的爱情迎来最盛大的绽放。那一刻，夕阳下他们并肩而立，微笑中夹杂着泪水。观众仿佛感受到一种释怀，原来爱可以穿越刀光剑影，抵达最温柔的彼岸。两人的胜利不只是剧情的收尾，而是一种信念的传递。真正的爱情并不是锦上添花的甜言蜜语，而是风雨同舟的坚定守护。许多观众泪眼婆娑地说，他们的拥抱不只是角色的圆满，也是我们心底最渴望的答案。这段故事最终成了一种象征，在最黑暗的深渊里，只要有爱，就能迎来最璀璨的花开。如果你也被这段故事触动，如果你在他们的爱情与成长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请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感受。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创作者最大的鼓励，也是让这段故事延续的火种。同时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让更多人一同感受这段传奇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个同样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故事。